最誇張，我們病人來跟我說他是一夜7次狼，但他是一個晚上爬起來尿尿7次。怎麼去幫忙病人的不舉問題？低能量震波，很像女生就會做鳳凰電波拉皮嘛，男生就是做陰茎震波也是拉皮，但是幫助他下面保持年輕。OK。下一個選項叫做。那你就是金槍不倒，你要大戰個30回合都沒有關係，它絕對不會軟下來。情趣用品是用來玩的，不是用來治療的，它不保證你的壓力不會超標。你就想是你的生殖器，然後壓力大到有時候可能會啪一聲就破了，所以這是非常的危險。男生的攝護腺肥大是這樣，所有的男人呢，只要年紀夠大，總有一天會遇到你。其實攝護腺肥大不會怎麼樣，可是它會受害他隔壁的器官，就是膀胱。早點解決可以減少很多問題，因為膀胱壞掉是不可逆的。您現在收看的是精華版，如果要看完整版的話，請點擊下方連結加入官方 LIN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晏仁宋醫師，歡迎來到初日會客室。今天我們來談談男性專屬的議題，本集是 Men's Talk， 為您請到的是很 man 又很顧家的好醫生，人家叫他鳥醫生，顧家醫療的總院長。顧醫師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鳥科學先生泌尿科顧芳瑜醫師，我是顧家醫療總院長。那我想進入一個更多人不敢講勃起功能障礙等等，也就是我們常常說不舉。什麼叫做不舉？你只要在性行為上有硬度上的困擾，包含了你很難插入，或者是你插入之後很容易就軟掉，這些其實都廣義來講算是我們的性功能障礙的一個範疇了。性功能障礙包含了勃起的問題，包含了硬度的問題，包含了太快早洩的問題，包含了太慢射不出來的問題，包含了性慾減退的問題，性交疼痛。40歲以後的病人呢，大概50%會有勃起功能障礙的問題。勃起到底要多硬才算是正常？算是正常。我們有4個分類，我們叫做勃起硬度的測量。第一級蒟蒻或者叫做豆腐，最軟的。最軟。第二個就是脫皮的香蕉。就是有一點軟，好像有充血的感覺。第3個就是叫做帶皮的香蕉，就是有一點硬度了，但是好像還不夠硬。那最硬就是小黄瓜。所以你可以利用這4種常見的食物來判斷你的硬度到什麼程度。基本上你在帶皮香蕉之上，你就可以插入了，只是可能會覺得不夠，或者可能另外一半會覺得感覺不夠明顯。那當然最好就是小黃瓜。可是如果你是脫皮香蕉，基本上你就無法插入了，可能就真的是有問題。那當然，如果大家會擔心，就是你只要沒有小黄瓜，其實都可以來檢查啦。因為有一些人是早期的血管性的問題，他可能剛開始是慢慢變軟，早期治療他就可以回到小黃瓜。所以到了蒟蒻那個程度就相當嚴重，相當嚴重。不舉既然是蠻常見的問題，您覺得可能的原因大概是什麼？然後泌尿科怎麼樣來協助治療？勃起功能障礙其實有2個大類的原因，一個是器官性的，或叫器質性的，另外一方面是性陰性的問題。那性陰性的問題大家比較好理解，然後有時候就是伴侶關係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器質性，又可以分成2大類，一個是血管性的問題，一個是神經性的問題。神經性的問題比較少見，它大部分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脊椎損傷，比如說車禍或者是中風。血管性的問題大概佔80%，它又可以分為幾個原因，包含了糖尿病的問題、肥胖的問題、荷爾蒙下降的問題，都有可能會影響你血管的活性，血管的彈性不好了，或者它血管硬化了，或血管萎縮了，那就會導致你想要興奮的時候，你的血液沒有辦法衝進你的海綿體裡面，就會有硬不起來的問題。怎麼去幫忙病人的不舉問題？第一件事情，我們一定會抽全套的血啦，包含了它的一些代謝性的疾病，比如說膽固醇的問題、血脂肪的問題、血糖的問題，甚至甲狀腺我們也會檢查，因為有些人他可能是甲狀腺低下造成的勃起功能障礙。連甲狀腺低下也會造成勃起功能障礙。也會造成勃起功能障礙。然後還有荷爾蒙的問題，男性荷爾蒙，那包含攝護腺的癌指數我們也會做，因為有一些他可能其實根本是潛在攝護腺癌啊，他攝護腺癌壓迫到他的神經了，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早點發现這個問題。如果他有代謝性的疾病，我們可能會先藥物治療，然後會建議他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，包含要養成固定的運動、飲食上的控制，就會讓他的勃起的功能會慢慢的恢復。不過呢，在我們這邊我們還是可以做的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們要增加他的血管的彈性跟血液的循環。怎麼做呢？我們讓病人吃低劑量的矽利士類的藥物，這類藥物作用時間是24個鐘頭，也就是說他只要吃1顆藥，他整天的他的血管都會容易有擴張的情況，那會讓他的末梢血液循環會比較容易改善。真的要性行為的時候，他會比較開心，因為表現就會變得比較好。除了吃藥之外，我們會建議他同時搭配另外一種物理治療，叫做低能量震波，就是一個震動的探頭會貼在我們陰茎的海綿體上面，破壞我們的海綿體的一些小血管，
讓它重新生長。那重新生長之後，你血管變多了，變得比較健康，你的充血能力就會恢復了。那你就可能可以減少藥物的使用。通常這個治療它需要多長的時間？效果可以維持多久？1個禮拜1次，然後我們做到12次的治療，差不多3個月這樣。那一次的話大概是15到20分鐘，看每個機器不同。目前的研究是認為60%的病人做完之後有改善，你的藥物使用會減少，或者你可能原本吃藥沒效，做了之後吃藥有效。所以它改善會從比如說蒟蒻變成血黃瓜嗎？可能會升1級到2級，可能會從蒟蒻升到帶皮香蕉或到脫皮香蕉，或者說你從原本的脫皮香蕉會進到小黃瓜。這個60%有效的人可以維持多久？對，目前的研究是大概60%到90%的人可以維持1年，那50%的人可以維持2年。对啊，很像女生就會做鳳凰電波拉皮嘛，男生就是做陰茎震波也是拉皮，幫助他下面保持年輕。OK， 我聽說有這個真空柱柏。對，如果你是藥物跟低能量震波效果都不理想，下一個選項叫做真空柱柏器，它比較有趣，它是一個抽真空的裝置，放在我們的陰茎外面，它會抽真空，血液就會灌進我們的陰茎裡海綿體裡面，你就硬起來了。那硬起來之後呢，廠商就會附一個矽膠的橡皮筋，那我们可以綁起來，对，把後面綁起來，那你就是金槍不倒，你要大戰個30回合都沒有關係，它絕對不會軟下來。OK， 那這個需要醫師處方嗎？原則上這個東西是要醫師處方的啦，但是很多人他會去上網查，就會發現，哎，就是外面網購好像有賣類似的東西啊，情趣商店對，情趣商店有賣類似的東西，那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去買一個醫療用品？因為這個其實也是幾萬塊的東西，這個東西它是有安全裝置的，經過衛福部認證，所以它是一個醫療級的東西。可是你買了情趣用品，它不保證你的壓力不會超標，你就想是你的生殖器，然後壓力大到一個程度，可能會啪一聲就破了，所以這是非常的危險。所以我會建議大家，情趣用品是用來玩的，不是用來治療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治療，還是需要買正規的醫療用品，才能達到一定程度的安全性，避免的併發症的發生。那相較於這個低能量震波，真空柱柏器的有效性有多少？都看怎麼定義有效了哈。如果以可以硬可以用時來講，目前大概80%到90%病人用都是有效的。真的沒效，代表你的那個纖維化已經非常嚴重了，我們就會建議下一步叫做人工陰莖的裝置。好，那我們來談談人工陰莖。對，我先講，就是人工陰莖它不是假屌。我們很多病人就說要裝人工陰莖，那我是不是整副都要切掉，然後我裝一個塑膠在上面？不是哦。我們常說的人工陰莖呢，其實它的正式名稱叫做人工海綿體，它是一個金屬的裝置，裝在這裡面，你就可以真正取代你勃起的這個功能，你就可以性行為了。所以你平常就是硬的，對，平常就是硬的，所以你只要褲子脫下來就可以使用了。就不需要再等它勃起。那我們來談談，就是說性功能障礙，比如說你剛剛講早洩、遲射、性交疼痛，它大概的原因是什麼？其實呢，早洩嚴格來說不能算是一種疾病，它是一種自然現象。因為動物在性交的時候最容易被天敵捕獲，所以自然界衍生出一個法則：怎麼樣讓你的子孫、讓你的 DNA 可以容易流傳到後世呢？你的交配速度就是要快。所以我們人類也是啊，我們也是動物的一環哦。那只是說，因為我們現在是高等動物，我們不會被吃掉了嘛，所以我們才會追求時間要快。所以現在有延緩射精的藥物，有延緩射精的藥物，是哪一類的藥物？對，我們叫做dapoxetin，它其實是一個血清素的一個藥物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實控制我們射精最重要的器官就是我們的大腦。我們的大腦會分泌血清素這個物質，當你這個物質不足的時候，你的射精控制就會不好，你就很容易會射精。我們的大腦就是我們的水壩，當你的水壩的水淹過這個水壩的時候呢，你就會射精了。那所以我們有2種讓你的時間變久的方法，一個呢就是吃藥，就是剛剛講我們會吃一些血清素的延長的藥物，讓我們大腦的血清素增加，你就想象我們的壩體就會增高，所以我們的水就不容易淹過去。那當然如果不想吃這個藥呢，另外一種做法就是我們讓水壩的水減少，就是我們會用一些抗敏感的噴霧噴在我們的生殖器上面，讓你的刺激減少，水減少了，你就比較不容易射精。多早叫做早洩？醫學上最嚴格的定義，從插入到射精1分鐘以內就算是早洩。我們蠻多病人會來說，我自己 DIY 的時候很快，那我是不是早洩？不算哦。這樣不算早洩，你要有插入這個動作。在生活上我們覺得有一個比較廣義的定義，我認為是5分鐘啦。所以如果你在5分鐘以內出來，就算是太快；超過5分鐘以上，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，就算正常了。有些人就是他一直不射精的，遲射就是早洩的反面了。遲射的定義呢，是從插入到射出超過30分鐘以上，OK，就叫做遲射了。跟一些心理壓力或者跟一些生理的壓力可能是有關係的，所以我們都會建議病人要去做心理諮商。那如果說你覺得其實我心理上沒有什麼太大疙瘩，我們也可以嘗試用一些藥物治療。有一些藥物它的副作用是早洩，像是第1代的抗組織胺。
這樣子。對，所以我們會吃這個藥來讓病人提早射精，那看能不能解決他這個問題。中高齡的男生最常看到就是攝護腺的問題。对，可不可以談一下在台灣這個盛行的情況如何？主要發生的原因是什麼？男生的攝護腺肥大發生率是這樣子：40歲是40%的人會有這個問題，50歲50%，60歲60%，70歲70%，80歲就80%了哦。所以所有的男人呢，只要年紀夠大，總有一天會遇到你。好，這是我們老師跟我們講的至理名言哦。一般攝護腺肥大會發生在差不多40歲以後，它有幾個常見的原因哈。第一個就是年齡，因為攝護腺會增長，其實跟我們的男性荷爾蒙非常有關。因為男性荷爾蒙經年累月的刺激我們的攝護腺的細胞，它就會增生，細胞越來越多，它就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。有一天呢，它就會開始壓迫我們的尿道，因為我們的攝護腺其實是包着我們的尿道的，在我們膀胱的下方。所以攝護腺肥大的症狀都跟排尿、跟膀胱，甚至跟一些性功能是有關係的。第二個常見的原因是基因，某些人有一些基因，它會造成容易有遺傳性的。第三個，其實大家常會忽略的問題就是，其實肥胖本身也是造成攝護腺肥大的一個風險因子。最後一個就是飲食習慣，目前也認為有一些比較偏西方的飲食，比較容易造成攝護腺肥大的問題。比如說你的飲食中，如果你的肉含量跟你的脂肪含量是比較高的，那比較容易會刺激攝護腺去生長，你就比較容易有攝護腺肥大的問題。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當中，民眾該怎麼自己知道有攝護腺肥大的問題？什麼時候應該要就診？其實攝護腺再怎麼大，只要它沒有出現排尿上的症狀，通常大家都不會發現，因為它既不會痛，你也不會不舒服，你也手摸不到。攝護腺肥大會有哪些常見的症狀？最常見就是頻尿，因為肥大的關係阻塞你的膀胱，所以每一次排尿的時候都會尿不乾淨，你就會有一些殘尿。有殘尿呢，就膀胱容易滿脹，你就容易又想要上廁所。第二個呢是排尿速度減慢，你就覺得你的水柱很弱，沒辦法掃射你的馬桶看到有蒼蠅你就掃不到它這樣。第三個就是夜尿，以前一覺到天亮，現在一個晚上可能會爬起來2次3次，最誇張我們病人來跟我說他是一夜7次郎，他是一個晚上爬起來尿7次。這3個可以說是最常見了。那再來有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常見，就是比如說尿不乾淨，或者是尿尿會斷斷續續的，或者是想尿的時候會憋不太住，這些都是跟攝護腺肥大有關的症狀。那什麼時候需要就醫呢？如果你開始覺得你好像有這樣的症狀，就可以來初步做檢查。大部分的病人都會覺得沒關係，他可能撐個好幾年之後來做，哇，攝護腺已經超級大了，這個時候要再做一些簡單的治療，其實都很困難，到最後就是直接開刀了。其實攝護腺肥大不會怎麼樣，可是它會受害他隔壁的器官，就是膀胱。所以久了之後膀胱功能越來越差，很多時候開完刀之後病人還是尿不出來。因為他的膀胱已經全部无力，已經壞掉了。他只要點解決，他其實可以減少很多問題。對，可是等你拖到都已經壞掉的時候，其實醫生也救不回來了，因為膀胱壞掉是不可逆的。請您介紹一下，就攝護腺的手術有哪一些方法？第一個大家可能會最常聽到的就是雷射，雷射一直推陳出新，它可以減少掉不必要的破壞。我們最近這幾年又有更新的東西，叫做微創手術了。一種方式就是水蒸氣消融，它用104度的水蒸氣注射。那注射到攝護腺裡面之後，它的溫度會快速從104度下降到70度。這個溫差呢，讓我們的細胞受到熱傷害，這個細胞會自動凋亡。所以它是一個利用細胞凋亡原理來減少攝護腺容積的一個方法。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？第一個，手術30分鐘之內一定會結束。做完之後呢，我們會讓病人放個尿管，然後他就在恢復室觀察個半個小時，沒有問題就帶着尿管回家。而且水蒸氣不會流血。基本上不太會流血，但是還是有人說我不要放尿管啊，那怎麼辦呢？有另外一種方式叫做束帶拉提，它是用一個 H 型的鋼釘，然後中間會有一條很特殊的縫線，我們會把它釘在我們的攝護腺的肉裡面，它會把它攝護腺的阻塞處拉開來而已。這是美國發明的。做這種方式呢，連尿管都不用放。哇，聽起來好吸引人哦！做完就回家了，做攝護腺像剪劉海一樣，对，非常方便。最近幾年其實有更多的男性更年期這個議題被討論，您怎麼定義男性更年期？有什麼樣的程度或症狀就應該要就診？有一個量表叫做 ADAM， 包含了容易疲倦、容易累、做事情沒有活力、沒有動力、吃飽飯容易想睡覺、性慾減退、勃起功能障礙、體重增加、骨質疏鬆。其中有2個症狀是你勾是的話，再加上荷爾蒙低，那我們就可以診斷為男性更年期。三高是不是通常也跟他比較有關係？對，有三高的病人，如果他同時發現他也有荷爾蒙低下的問題，在他補充了荷爾蒙之後，他的三高的控制會變得比較好，會幫助你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控制。OK， 所以它跟骨質疏鬆也有關係嗎？對，其實這個東西跟骨質疏鬆也有關係。骨質在你的國高中階段之後，骨質就不會再
回升的，它只會流失而已哈。所以如果你有男性荷爾蒙低下，骨質疏鬆的降幅會更快，長遠來講會造成生命的縮短哦，因為你容易骨折，你可能就臥床不起，你可能很容易就會有生命的危險了。所以這個睾固酮低下，其實真的不是只有性功能的低下，或者是這些情緒的問題。還牽涉到其實生命的長短，對，還牽涉到生命的長短，哇，真的蠻重要的。最後來賓我們都會有一個快問快答的這個沒問題哈。日常生活中怎麼樣改善攝護腺肥大？最主要能夠做的事情就是飲食了哈，就是減少肉類的攝取，以蔬菜水果為主，加上運動，那就可以盡量減少攝護腺肥大的問題。頻尿有可能是心理問題嗎？擺除心理問題之外，其實很多時候跟你的攝護腺肥大跟你的膀胱本身的神經有關係。真的有頻尿的困擾，建議還是找醫師做檢查。男生常會用比大小哈，什麼樣的尺寸算不正常？臨床上的定義哦，是說如果勃起前小於4公分，勃起之後小於7公分的話，那就可能真的是有陰莖短小的問題。那除此之外都是沒有問題的。有可能透過手術來改變陰莖的大小嗎？確實，我們現在有這類的手術了，包括我們有陰莖增粗的手術，有陰莖增長的手術。那我們會盡量在安全範圍內讓它的體積盡量的變大，滿足大家的需求。吃壯陽藥會不會對藥物產生依賴？應該說它不會有生理上的依賴，很多時候是心理上的依賴了。A 片看太多會導致性功能障礙嗎？沒有那麼簡單啦。不過當然，如果你真的是重度的情色片成癮，確實可能會有一些心理上的問題，可能會導致你有一些勃起功能障礙的問題。打手槍的頻率怎麼樣才是在合理的範圍？這個在西醫觀點是沒有特別限定的啦。所以其實你想要1年1次，你想要1天很多次，只要沒有受傷，身體受得了，其實都不反對。如果你是打手槍到你不打，你會覺得有點像戒斷症，那可能就要去治療了。在性行為之後會出現血精現象，算正常嗎？這個偶爾會遇到，大部分的血精都是良性的。什麼叫良性血精？其實它很像流鼻血。那因為我們精液在射出的時候，大量的精液會衝過我們的攝護腺，有一些時候攝護腺的黏膜層被這個精液衝到，它可能破皮了，就會產生血精的狀況。休息1個月或2個禮拜，讓你的黏膜可以修復，其實就會回到正常的狀況。精液量的多寡跟健康狀況有關嗎？不一定的，大部分的精液它其實主要是前列腺的分泌物跟尿道球腺的分泌物。你可能單一次比較沒有那麼興奮，你的分泌物就會不夠，下一次可能比較興奮，分泌物就會比較多，所以沒有辦法很好的來表達你身體的狀況。哪一個衛教知識你覺得很重要，但是卻常常被忽略的？其實超多的。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對自己身體的基本的照顧要有一定的認識，包含包皮怎麼清潔，包含性行為是怎麼回事，怎麼樣預防性傳染病。我覺得這個都是當今社會現在目前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。我們有一些病人，有一些不孕夫妻結婚了3-5年都沒有懷孕，結果才後來發現原來他根本沒有順利插進洞裡面。當然不會懷孕啊。所以我覺得就是蠻多東西都是需要去學習的。哇，我覺得今天的 Men's Talk 真的是得到好多男生不知道的知識，甚至說男醫生都不知道的知識。謝謝你今天來我們的楚人會客室。謝謝您，謝謝。